1945年，苏联攻克柏林后，在一处秘密地下室中发现了一具西藏喇嘛遗体和半份被焚烧的档案。这份残缺不全的档案中记载的内容让人极为震惊，竟是1939年到1945年间，希特勒派出的2支考察队在西藏地区寻找香巴拉入口调转地球轴心的诡异经历，想以此让德国重新回到战无不胜的1939年，以更正之前所犯下的一切战略错误来实现称霸全球的梦想。但探险队成员最后却全部离奇失踪，仿佛从来没在世界上出现过一般。这一切的起因还要从1938年说起。当时负责情报收集工作的希姆莱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2000字左右的雅利安人手稿，这份手稿让希特勒彻底陷入了疯狂。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也都和这份手稿有关。手稿中记载的内容居然是有关雅利安神族的秘密。要知道，希特勒最初就是靠着日耳曼民族优越论才一步步得到大批民众的支持，而如今的日耳曼人正是雅利安神族的后裔。一方面是对日耳曼民族的崇拜，另一方面则是对犹太人的鄙夷，再加上自己体内流淌着日耳曼民族的血液，希特勒更加坚信自己就是能带领民族走向辉煌的那个人。而手稿中接下来记载的内容是他们祖先的遭遇。在上一个文明灭世大洪水降临之前，雅利安人曾是拥有着无上法力的神族，掌管着世间一切生灵。后来族中大祭司预测到灭世大洪水即将到来，这将是地球的一场浩劫，即使他们神族也无法与之抗衡。大祭司便带领族人前往到了东方，找到了地心世界香巴拉，并且发现了地球轴心的秘密，最后将其调转，才躲过一劫。等大洪水退去后，他们重新返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在离开前，大祭司已完全掌握了香巴拉的秘密，因此留下了神族遗址。可等他们回到故乡后，却发现灭世大洪水几乎毁灭了这里的一切生灵，只有少数日耳曼人侥幸躲过一劫，生存了下来。为了种族的延续，大祭司只能让族人与日耳曼人进行结合，可人神结合也因此产生了弊端，导致神族血脉不纯，最终后代都逐渐地丧失了神力。大祭司在临终前留下遗言，只要后代能重新回到香巴拉，便可再次唤醒神族血脉。希特勒从手稿中分析出香巴拉所在的位置就是如今东方的西藏地区，只要找到香巴拉，就可以打造出一批神族军队来称霸整个地球。最终在和希姆莱一番密谋后，便以探险的名义派出了第一支5人小队。1939年1月，探险队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到了西藏。在进入西藏后，他们先对藏族文化进行了深度解析，又在藏民向导口中得知香巴拉的入口就在冈仁波齐雪山的深处。得到这一消息后，探险队不再逗留，便让向导带队动身。他们在雪山中找到了很多洞穴，并且进行了大规模的探查，随后就消失在了雪山中。在这期间，没有人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直到8个月后才从山中走了出来，随即带着藏族向导返回了德国。而探险队将在西藏探索到的秘密汇报给希特勒后，希特勒也彻底疯狂了起来，随之正式点燃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焰火。可战争并没有朝着他预想的结果发展。时间来到1941年，由于希特勒公然单方面违反了和苏德曾签下的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便向德军发起了反击。这次在战场上，希特勒被苏联打得节节退败。同年12月，德军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陷入到了被动状态，眼看就要陷入到万劫不复之地。就在希特勒在绝望中不知如何是好时，希姆莱的到访让他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原来希姆莱在这3年内一直在和藏区向导进行破译探险队带回来的资料，终于确定到了香巴拉入口的大概位置。希姆莱认为只要再次派人入藏，找到地球轴心，扭转时空，就可以挽回如今的局势，取得最终的胜利。1943年，第2支由5名日耳曼人组成的探险队在高度保密下从柏林出发，但由于当时局势动荡不稳，5人在抵达印度时被捕。不过在经历了几次越狱后，还是成功抵达了西藏。这一次，他们在冈仁波齐雪山中逗留了1年多的时间，发现了更多有关香巴拉的线索。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德国已经战败。在这期间，有3人适应不了高原气候，中途放弃折返了回去，只剩下哈勒和彼得2人在继续坚持。期间也算是困难重重，为了生存，2人学起了藏人模样，披上了羊皮，骑着牦牛，继续进行着旅程。最后不知什么原因，彼得也神秘地失踪在了雪山中，只剩下哈勒一个人还在坚持探索。直到有一天，哈勒在雪山下补充进山物资时碰到一位印度商人，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希特勒也死在了战争中。哈勒心如死灰，这才结束了寻找香巴拉地球轴心的步伐。
后来有传闻说，在1948年时，他被第14世达赖喇嘛召进布达拉宫，成为了座上宾。到了1951年时，西藏被解放，失去靠山的哈勒由于是奈粹党的身份，便逃亡到了印度。不过却一直和达赖喇嘛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两人似乎在密谋着什么。再到后来，哈勒在自己的回忆录《西藏7年》中讲述了他在西藏经历的点点滴滴，但却没有提到任何有关香巴拉的消息。记者在对他进行采访时，哈勒也对香巴拉闭口不谈，只表示有些事情普通人还是不要知道的好。